請2日假，加埋個週末。今次我哋4日3夜快閃北京，挑戰爬長城，着古裝遊故宮，仲要食盡地道美食，即刻出發！今次我哋嚟個4日3夜北京快閃之旅，其實玩北京最好有5日。不過我哋拎2日假連埋週末，去體驗下北京嘅故宮同埋行萬里長城。因為真係由細到大都未去過，知道北京交通擠塞啦，我哋決定搭地鐵入市區啊！原來北京地鐵大部分閘機咧都可以直接拍 Visa 卡，好似八達通咁方便啊！香港支付寶咧暫時喺北京搭唔到車，轉咗3條線先到酒店。呢間酒店由舊樓改造，外面保留懷舊風格，裡面設施卻好新淨，新舊融合得幾有意思㗎。酒店喺王府井大街。我哋衝住去四季民福食烤鴨，無奈咯，明明4點幾嚟到，2間分店都要等4個鐘。店員好好人，叫我去隔幾條街分店即刻有位，馬上打嘅過去，17蚊約25分鐘車程，估唔到遇上大塞車。原來撞正天安門降旗儀式封路，儀式完咗，極速衝過去，結果用咗成個鐘先到，車費都係17蚊嘅。嚟到已經天黑晒，秋天北京特別早入夜。一上到嚟大把吉台，我哋喺大眾點評叫咗2人餐，餓過頭反而覺得份量多到嚇親嘅。主角烤鴨望落唔肥，但咬落皮層油香，好澎湃。其他小菜不過不失。但碗炸醬麵真係搞唔掂，個醬撈咧極唔勻，要加湯先得，麵質似魚。先煮定放咗陣啦，可能太飽食唔出驚喜。食飽就揀搭地鐵返去王府井大街，慢慢行下，期待聽日故宮之旅。打過係有時打，我嗰時覺得 OK 嘅，係咯，又自由。呢個咩錢？我哋預約咗呢間古裝體驗店，套餐包化妝、set 頭、服裝同攝影。首先揀朝代服飾，化好妝仲會貼心叫你去廁所先着衫。起價啦！哎呀，唔係講錯啦，我今日架鳳拎咗入廠維修，唯有焗住 call 架的士頂住先啦。故宮範圍內而家已經禁止商業攝影，所以一去到你會見到出邊全部都係人，想攝影師跟埋入去影，就要睇你個攝影師有冇特別方法。咁當然呢啲係額外收費嘅，要有心理準備，因為現場真係好多人，攝影師會好快手咁指導你擺 pose， 務求喺最短時間內影完。成個過程係比較流水式，未必可以慢慢嘆。我哋呢個 package 包咗2個人，總共60張原相同埋14張精修相。雖然過程有啲趕，但睇到製成品都覺得係一個幾得意嘅體驗，大家可以參考下。對了，OK，今天看完了。
我哋買咗下晝場門票，原來11點已經可以入場㗎啦。影完相咧，啱啱好接上緊咧安檢分有包同冇包通道嘅。旺季真係建議輕裝上陣，回鄉證掃卡入閘嗰陣，我哋化成咁樣連 AI 都認唔出，要靠職員人手放行㗎嘛。入到嚟先發現仲有好多皇后娘娘同行。故宮咧特登保留原始地面，行路咧要好似古代人咁，步步為營啊！娘娘入宮啦！我哋周圍行下睇下，即係到處都係人咁啊！啲宮殿唔俾我哋平民百姓入去，唯有喺外邊感受帝王氣派啦。喝咖啡吧，娘娘。行到餐廳附近諗住買嘢食，點知3點鐘竟然話賣剩最後一款包，唔知好唔好食呢？買一個一齊試下啦！食完就沿路慢慢行出去啦。以前呢度叫紫禁城，而家係故宮博物院。聽講旺季飛好難搶，要提前7日準備回鄉證同內地手機號。成人票60蚊，穿越都要實名制啊！呢位娘娘要着翻波鞋啦。你對今日嘅行程點啊？攰啊！好攰啊！要安排幾位公公幫你按摩先得啦。需要按下隻腳啊！我哋行完故宮，沿住5、4大街慢慢行返酒店。哇！呢檔共享充電寶好掂喎，你睇佢差唔多全部借咗出去，果然係現代人救命神器啊！呢條路充滿文藝氣息，而且仲好熱鬧添。返到酒店換返便服，用閃送小程序叫快遞幫手送 D3返去。終於解放啦，可以去醫肚餓。行到酒店隔離嘅虎門京貝陀銅鍋涮肉，今晚咧就食老北京銅鍋涮肉喎。冰豆腐啊！今次又係叫套餐啊！北京啲餐廳份量真係誇張，2個人永遠食唔晒。定係我哋戰鬥力太弱呢？店長仲會同你差拳贏飲品嘅。現場有人表演傳統技藝。恭送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！皇上記得睇燈啊！單車都有自己嘅紅綠燈。食飽就要早啲休息，因為瞓醒就要挑戰萬里長城。朝早7點，包車司機已經準時喺酒店門口等我哋啦。預先喺網上 book 好車，450蚊人仔來回，直接出發去慕田峪長城。一路上司機都好好人，同我哋介紹山上情況，提醒我哋記得喺山下買定水，因為上到長城買水會貴幾倍。這個果籃子裏頭有的果，它這都有，就是它是百果之山。坐咗大概個半鐘，終於到啦。睇下地圖先，右邊係索道同滑道，就係可以自己控制滑落山；左邊係纜車，兩邊睇到嘅景色都有啲唔同。行去搭接駁車嘅路上，就見到頭先司機介紹嘅餐廳啦，仲有好多賣御寒衣物嘅鋪頭。雖然而家有啲凍，但係中午都有成13度，行多2步個人就暖晒，都係唔需要買啦。
漂亮。我哋坐接駁車到長城山下，司機話俾100蚊就可以買 VIP 席上去，但係我哋得2個人就冇加錢。落咗車後，其實冇我哋想象中咁多人，可能係淡季啩，定話我哋嚟得早呢？每個入口都要用回鄉證入場㗎。我哋坐吊椅索道上到6號迪樓，望落去真係有啲驚驚地啊！下面冇安全網㗎。車站附近有好多貓咪，係咪等緊遊客餵食呢？嚟啦，用埋隻手啦。一路行上去，有啲梯級真係幾直，要用手扶住先安全啲。手腳並用啊！睇嗰度。爬上迪樓睇風景真係好壯觀。呢條友啊！我呢度啊，你冇看到？看唔到個靚冇啊！原來慕志意台就係2號迪樓啊！望過去1號迪樓仲要爬段好直嘅樓梯，我哋決定放棄啦，都係行返去車站算啦。要落去啦！係上嚟一條路，叫慕田峪。日本人。落山感覺仲難過上山啊！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，一步一步嚟。如果唔係，真係分分鐘變做滾地葫蘆碌落山㗎。跟住我哋就坐滑道落山啦。開車前職員會好仔細教你點樣控制架車，同埋點樣收慢同停車，好安心㗎。握實控制桿，向前推係加速，向後拉就係剎車。工作人員會提你轉彎要收慢，其實都唔會太快，因為前面嘅車唔行，你都唔會行到㗎。喺車上繼續欣賞沿途美景，雖然呢啲圍欄有啲阻住視線，不過安全最緊要啊嘛！路上會有影相位㗎，1、2、3，笑咔嚓！哇，咁快咧就落到山啦！快車啊！快車啊！堵車啊！堵車！哎呀！堵車！碰碰車啦！又嚟碰碰車啦！又撞啦！好煩！我哋挑戰另一個啦，唔係步道啊，係纜車。落到山行一段路就去纜車站，用回鄉證入場。
車上到14號滴樓，坐纜車個感覺真係安全好多啊！而家仲要好快6分鐘就行完550公尺啦。秋季嘅慕田峪係咁樣，可惜我哋今日嚟未見到最紅嗰片景色呢。慕田峪長城喺2011年被評為國家5A 級旅遊景區，係中國萬里長城嘅精華段，更有萬里長城慕田峪獨秀嘅美譽。呢一段長城建於明代，更係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㗎。大家記得抬頭望上山啊！呢5個用白色石頭砌成嘅大字，上面寫住忠於毛主席。到底係幾時何人將一塊塊石頭砌成咁巨大嘅字體呢？至今仍然係一個無人能解嘅謎團。我哋尋日專登買咗啲糕點，而家就喺長城上面醫下個肚仔先㗎。喺600幾年歷史嘅城牆上食傳統糕點，個感覺特別有意思。行到20號滴樓好漢坡附近，來回預計要2個半鐘，包含行大約3公里，沿途仲可以見到非誠勿擾嘅取景地㗎。睇下先，係喎，喺呢個窿喎。老北京冰糖葫芦、冰棍、飲料、礦泉水啦，長城。挑戰呢個好漢。我哋終於行到好漢坡啦，不過隊友唔肯再上去啦，唯有打返個卡先落山啦。幫我哋影相嘅阿姨好好人，仲借咗2支國旗俾我哋影相添。最高點英雄台唯有留返下次挑戰啦，而家就坐纜車落山，結束今日嘅長城之旅。慢點，慢點。哎呀，你這不能停啊！落山之後梗係醫肚啦，食完飯就聯絡司機接我哋走。你的外賣到了，奶皮子能。發一下，要不要拍？快一點。下山嗰陣見到好多車，先啱啱上山，停車場滿到要停喺路邊。那個停車場滿了，然後路邊停這麼多車，再看他家下邊的停車場滿的，這個地方超火。司機帶我哋去路邊生果店試食今朝先摘嘅生果，有梨、有蘋果同埋桃。不過我哋之後仲有景點要去，就冇買到啦。成斤蘋果買咗1袋。終於到北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，呢個時間差唔多4點啦。咁晏都仲有咁多人入公園，跟住人潮行過去，會見到一片銀杏樹林嘅。如果全部轉黃晒，應該超靚啊！可惜而家已經過咗花季，冇緣見到最燦爛嘅花海。不過秋日嘅黃昏，光影都別有一番味道呢。就行到去粉黛亂紫草花海，每年秋天呢度都會變成一片粉紅色，超多人嚟打卡㗎。卡邊山坡呢，仲種滿咗圓碌碌嘅地膚草喎，可惜呢嚟遲咗一步，地膚草都差唔多謝晒啦。而呢棵就係小紅書上討論度超高嘅神樹啦，因為周邊呢，佢一棵金黃色，仲有陽光啱啱好曬住。夜晚嚟到貴街揾食，真係好多餐廳嗰啲。咦？前邊呢部咪係北京特色嘅無軌電車，會途經北海公園、南鑼鼓巷、貴街呢啲熱門景點㗎。最後揀咗最多分店嘅湖大飯店，叫咗蒜蓉小龍蝦同13香小龍蝦、加打湯、辣炒花架、腐竹絲瓜尖、金炒牛盒。呢度仲有免費拆蝦服務啊！坐喺度等食就得啦。去塞西式蝦黃，掀開頭蓋兒，然後西式蝦黃去塞。第3步剝蝦殼，給它這樣拽直，然後獅子和牛指、綿鴨、蝦身2個。
然后再这样把它拨开，然后拽出虾尾，最后一步去虾线，掀开虾背，看那个蜜的，然后抽取虾线，关公那个。最后用咱们龙虾蘸汁使用，口感更好。然後這邊有免費剝蝦服務。尖兩個人食咗351蚊，好滿足。食完出翻嚟呢，出邊仲有好多人等緊位啊！一條街5間分店，大家係手機拎飛嗰時留意下邊間人少就拎嗰間啦。最多人就係呢間總店啦。食飽飽，慢慢行翻酒店。有粒蜜嘅。路過一間叫梅潭村嘅餅店，買咗個原味奶貝做飯後甜品，咁就完美嘅一日啦！一啲好鬆軟嘅蛋糕，然後好勁嘅 cream， 哇！今日我哋要離開北京啦，所以用美團叫個早餐返嚟食。有送餐機械人嘅酒店真係好方便啊！點完早餐、刷完牙、洗完面就可以開餐啦。明明見到係生煎包同小籠包，但係佢哋個小籠包同我想象中嘅小籠包有啲距離，不過都好食啊！呢個係煎蛋生煎包，呢個小籠包，好呢個齊蛋。執好晒嘢之後，我哋就搭地鐵返去北京大興機場啦。由於我哋返香港係國際線，呢度有好多鋪頭都未起好，所以冇嘢行嘅，同埋冇咩嘢好食。今次嘅北京之旅呢，就暫時告一段落。喺咁多美食當中呢，你哋最想試邊一樣？快啲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啦！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我哋下一站再見，拜拜。